结婚第7年的纪念日，老公的小青梅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全家福，并配文：孩子终于有新爸爸了。照片上我的老公笑得温柔可亲，我在沙发上静坐了半晌，默默地点了赞。没想到老公指责的电话立刻打来，他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一个小孩，够不容易的了。你的同情心呢？爱心呢？小青梅在电话那边哭哭啼啼地说：我只是想给孩子撑撑面子，没别的意思。半个小时后，小青梅再次发圈并艾特我看，她又晒了一个所费甚巨的贵族小学的照片，还是爸爸好，以后我们果果就在这里上学了。我知道这是我老公搭了不少人脉和钱才拿到的名额，不过我也不在意了，这舔狗我是当够了，是时候走了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周琛回家时，我正吃巧克力蛋糕，吃得不亦乐乎。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我做好了一桌的菜和蛋糕，等着周琛回家一起庆祝。一晚上他电话不接，消息不回，我也只是傻傻的等，直到我点赞了林夕晒的全家福，周琛竟然给我打电话了，但却是对我愤怒的责骂。还没有等我开口，就被挂断了电话，再拨过去却永远是正在通话中。周琛扫了一眼餐桌上的药和蛋糕，皱眉：这么胖了还吃蛋糕？顺手将桌上的拿走，扔进了垃圾桶。我默默地在心里可惜了这个蛋糕，开口却是别人送的，下次不吃了。只字未提这个蛋糕是我自己花了时间做的，他没在意，少吃点。你看看你都多胖了，结婚已经7年了，从来没有记住过结婚纪念日，但某人的生日却年年没有忘，甚至怕忘了，特地将婚礼选在了同一天。这2年纪念日甚至都没有回来吃过饭。他拿出一个手机挂件递给我：小溪让我给你的，他今天以为你生气了，非要上门给你道歉，你给他回个电话，好好说上2句，这事就过去了。小小只的手机挂件圆润可爱，只是标上印的 logo 同样清晰可见。朝阳小学，林夕的女儿即将去的学校。我慢条斯理将东西放在一旁，开口说道：凭什么？周琛推了我一把，恼怒道：你到底在闹些什么呀？人家可怜，求到我这了，你知不知道你这一弄，把小溪和果果都吓得不轻。这一推力度很大，直接让我的肚子结结实实地撞到了沙发的扶手上，肚子一阵绞痛，我整个人绷直了后背，脸色变得惨白。周琛无所谓地看了一眼，嗤笑道：不要装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我没有理睬他，紧紧地抱着肚子，等待这股疼痛过去。周琛见我不说话，有些慌了神：真疼，我送你去医院。我说不出话来，只是轻微地点了点头。一路上两人相顾无言，直至我在突然摸到什么东西，拿起来一看，是一个胸贴。我从不用这个。周琛有点尴尬，解释道：小溪落在车里的。我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周琛有点烦躁：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不过是觉得你和林夕真的很配。我看着窗外的建筑，抿了抿嘴，只是说了一句：快开吧。话音未落，就见周琛的手机传来林夕妩媚的声音：琛哥哥，我是小溪啊。林夕的专属铃声，他立即接起电话：怎么了，小溪？电话那头传来了林夕让人心碎的啜泣声：琛哥哥，果果想要爸爸，哭着不肯睡觉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周琛立即说道：我现在就来，你等等我，马上就到。电话那头哭腔转弱，似乎找到了主心骨：对不起啊，大晚上还麻烦你跑一趟。若若问起来，你一定要好好和他说，不要因为我在吵架。
周琛回过头横瞪了我一眼，眼神里满满的全是警告。他不会的，你放心。言语中带着不容反抗的力量。刹车，开门，解开安全带，将我推了下去。全程不过几十秒，根本不等我反应，就直接掉头逆行，不管不顾，甚至连把包扔给我的时间都没有。而我只剩下紧紧握在手里的手机。我慌张地跟了几步，却被路过的车辆吓得又摔倒在地上。终于清醒过来，赶忙朝人行道跑过去，望了望手机，却又发现没有电了，连找人求救的机会都没有了，只能沿着马路边往前走。下腹又开始一阵一阵的绞痛，似乎有什么液体顺着腿流淌下来，没走多久就坐倒在了地上，半晕了过去。恍惚间，有人把我送到了医院，我强撑着的一口气终于散了过去，昏倒在了担架上。等我再次醒来时，一个护士小姐姐担忧地看着我，小心翼翼地说道：“很抱歉，我们没有保住孩子。”孩子？我竟然有了孩子？你的身体很差，还需要好好休养。打开手机，只有闺蜜小雨发过来几条消息，点开一看，又是林夕的朋友圈。小朋友只要爸爸，怎么办呀？我紧紧地攥着手里的手机，给闺蜜发去消息：“帮我找个律师吧，我想离婚。”在医院办完手续后，我好不容易回到了家，还没有躺下来，周琛也回来了。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我还去医院找了你，你倒好，自己回了家也不说一声。我静静地盯着他，用手机拨通周琛的电话。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周琛脸色一愣，终于收起了满脸的指责。吃点东西吧，林夕特地做的。我瞅了瞅饭盒，红烧肉、猪蹄膀，凉掉的饭菜油脂已经凝固，看得我一阵反胃。我没胃口，不想吃，不想吃。你怎么那么不懂事？我不过是看着小溪一个人带孩子可怜，想让果果有个好的学习环境。你在他的朋友圈发疯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因为流产又来回奔波，我没有丝毫力气。周琛放开我，顺着他的力道，我又跌回床上。你没有，你看看你现在哪有一个女人的样子，整天就晓得疑神疑鬼。还是小溪说的对，就是我给你宠得无法无天，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此时的我早就失去了和他争辩的力气，一句也没有搭腔。周琛看着我一副油盐不进的模样，摔门离开。之前每一次吵架，我都会反省是不是自己哪里真的做错了。现在我知道了，我这个人在他面前就是错。为了宽慰我，闺蜜约我聚会，只是还没有找到闺蜜，就看到了周琛。周琛冷着脸，眼里是毫不掩饰的嫌弃。没想到你竟然追到这里来了。我正打算解释，就被周琛一把拽住手腕，拽进了一个包厢。你既然来了，就见见吧，很多都是老朋友。说是朋友聚会，但是刚一打开包厢门，就看到了站在中间的林夕，笑容甜腻。他落落大方地走过来，挽起我的胳膊：“若若来了呀，刚刚我还跟琛哥哥说起你呢。这不，我刚找到工作，琛哥哥就说要庆祝，我也不好意思拒绝。”我皱着眉，不耐烦地将胳膊抽出来。林夕瞬间做出一副渲然欲泣的样子：“若若是不喜欢我吗？我也不惯着他，直接开队。你是第一天知道我不喜欢你吗？下次记得离我远点。”真是茶香四溢。话音未落，林夕就红了眼眶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要落未落，做出一派坚强的模样。周琛看到这一幕，站在林夕前面，一脸怒气地瞪着我，每次都要弄得大家不开心。你才开心，还以为你变乖了。又开始为难小溪，这张臭脸给谁看？我冷笑一声，什么原因你不清楚，也懒得再忍，抓起一个酒瓶
就想向周琛砸去。见势不对，周琛的朋友老王跑了过来，拿走了我手上的酒瓶，陪笑着给哥哥面子。林夕站在周琛的身后，见众人不再看他，又拿了2杯酒走了过来。若若，不管什么事，我先向你道歉。说完，一口饮尽了杯中的酒，又将另一杯酒递向我。我懒得抬手，只是说了一句：出门吃了药，不能喝酒。林夕瞬间又是泪眼朦胧。若若，不想喝，直接说就是了，何必骗人呢？周琛见不得林夕流泪的样子，微怒：一杯酒而已，你又矫情个什么劲？小溪之前又是给你赔礼道歉，又是给你做饭，现在又主动和你示好，你就让喝杯酒，有这么难为你？他的一杯酒直接把我架了起来。我生硬的开口：别说我吃了药不能喝酒，他敬我就得喝吗？他算个什么东西？林夕瑟缩了一下，又开始流泪。周琛的眼神转瞬间变得冰凉，拿过林夕手里的酒杯递了过来：一杯酒而已，小溪喝了，你也喝就是了，有什么好装的？我看着一脸阴冷的周琛，以及缩在他身后的林夕，直接回怼：是我让他喝的吗？我不能喝，非逼着我，我装还是他装？林夕的哭声由低转高，在安静的包房里回荡。周琛的脸色越发阴沉，一把砸掉手里的酒杯：不能喝是吧？我倒要看看能不能喝死你！一手拿起桌上的酒瓶，一手拽着我的头发，直接拉我的后仰，在众人惊讶诧异的目光中，把一瓶酒直直地灌进了我嘴里。酒液浇满了整个面门，一股战力从头打到脚底，冻得我直哆嗦。下一秒，白酒直直冲进鼻子、嘴里，我不停地咳嗽，酒液不断地从嘴边溢出。周琛一直没有停手，生理性的泪水和鼻涕控制不住流下来，眼睛也忽地睁不开。我疯狂地推打着周琛，他却没有丝毫松动。死亡的恐惧瞬间淹没了我。就在我以为可能就要这样死了，周琛终于舍得放开我。我支撑不住地蹲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呼吸，连续不断地咳嗽，企图将灌进肺里的酒咳出来。周琛却转过身，轻轻地安抚着林夕，让他平静下来。你看，他已经接受了你的敬意，如果你还觉得不高兴，我就再教育教育他。随后，他迈步走到我面前，低头审视着我，和小溪道个歉，就没事了，不要耍小性子。我冷哼一声，缓缓站起身，直接拿起一杯酒给周琛和林夕泼了过去。在周琛不可置信的眼神里，我指着他：周琛，你有本事，我们离婚。话落，周琛错愕地看着我，转瞬又划过一丝笃定。我转身离开了包厢，虚软地迈着步子，一步一步地走回和闺蜜订好的房间，全身的力气慢慢地在消失，好像又有什么温暖的东西从身体里流了出来。隐约看见闺蜜朝我走来，张口说着什么，可我却听不见了。再次醒来，又看见熟悉的墙和床单，只看见闺蜜瑶瑶坐在一旁。见我醒来，第一句就是吐槽：你昨晚晕倒后。周琛只望了一眼，就跟林夕走了。没多久，周琛就怒气冲冲地闯进来：江若若，你可真厉害，为了让我过来，什么话都敢说。他的声音尖锐冷酷：你不是要离婚吗？昨晚你不是很坚决吗？现在后悔了，晚了，离婚是吧？那就把离婚协议拿出来呀！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挑衅，说着就把手上的白菊花砸到我脸上。我的身体开始剧烈的颤抖，呼吸变得急促而困难。周琛，瑶瑶厉声喝道，声音里充满了警告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瑶瑶只能飞快地花束扔出病房。周琛张口想骂，但话还未出口就被吓到了，
看着我脸上一片片鲜红疹子，他嘴唇颤抖着，声音低不可闻：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他不知道我花粉过敏，但记得林夕的每一个小细节。我的情况逐渐好转，瑶瑶放开了我，上去就是2耳光。你不知道。他的声音尖锐而又充满暴鸣，像一根针刺破了周琛的冷漠和无知。那她刚流产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居然还灌她酒，你怎么不直接弄死她得了？周琛的嗓音干涩，带着无法掩饰的震惊和悔恨。她真的流产了，她从来没说过她怀孕了。你眼瞎了吗？瑶瑶的怒吼在病房回荡，愤怒无法抑制。她这几天的虚弱，你就一点都没看见吗？还是说你的眼里只有林夕，连自己的老婆都没有？瑶瑶的牙关紧咬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再次动手。我真不知道。周琛的声音弱了起来，充斥着无力和绝望。林夕的生日你知道，林果需要爸爸你知道。每一个字都像是一记重锤，狠狠地敲打周琛。周琛试图辩解，但显得苍白无力。行了你走吧，若若不需要你。周遭很快就安静了下来，一股孤独和无助包裹了我。瑶瑶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，行动中安抚意味十足。行了就看看我，我一直在你身边。我看着他，眼眶不自觉地泛红。你都知道了。瑶瑶轻轻地点了点我的额头，既有责备也有心疼。让你别嫁非要嫁，吃够苦头了吧？提起往事，心中的痛苦和后悔如同潮水般涌来。当初周琛不肯上班，非要自己创业，一无所有，连他爸妈都不肯资助他，而我却不顾一切地嫁给他，还把所有家底全给他。第一次见家长就被骂是上杆子的倒贴货。当时周琛抱着我，一遍又一遍地承诺一定不会辜负我，成功后会将一切加倍补偿给我。之后就再也没有提起过。一次醉酒后，周琛吐露真言，当时也没想着能成功，正好有个冤大头送上门，所以就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拿走了我所有的钱。现在仔细想想，他这人只有脸能看，其他真是一无是处。出院后回家了，打开门，周琛就坐在我常坐的位置。听到开门声，他下意识地转身，几步走向我，将我带到了沙发。几次试图张嘴，有什么都没说，最后来了一句：“老婆，对不起。”我看着周琛的脸，那种被灌酒后的窒息感向我袭来，开口道：“你喜欢林夕，我们离婚，你娶她刚刚好。”我不要离。我叹了一口气：“周琛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同意离婚是你，签字又耍赖。”他有些慌张：“你了解我的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气昏了头，才会说出那些话，是吗？那你在聚会上对哪些人说话呢？说我像上世纪的古董，无趣又木讷，说你分分钟都能找到新人，还说我是你玩腻了的玩具。这些难道也都是气话吗？”周琛哑着声音，心虚道：“是气话，我不置可否。”周琛急了，解释道：“我真的不喜欢林夕，不然我干嘛不和他结婚？”我冷冷盯着他，笑了：“是吗？周琛，你不是曾对林夕说，你一直喜欢他，只是迟了一步，他就结婚了吗？你还说，如果当初知道他会离婚，你会不顾一切地跟他告白，和他在一起。难道那些话都是谎言吗？”他的眼神里满是焦急，声音带着一丝颤抖：“我发誓，我对他没有任何感情，我真正爱的人是你。”那天，周琛应酬喝醉了，我去接他，就听见周琛拉着林夕的手，深情告白：“如果不是你结婚得太早，我也不会和他结婚了。”林夕瞥了一眼被打开的门，嘴角露出一丝得意：“那如果你离婚了，你会娶谁？”“当然是你。”
如果我离婚了，我会立刻向你求婚。我在犹豫时候，林夕打开了门，故作惊讶地道：“若若来了呀，那我走了。”我很清楚，林夕不过是不想伺候醉酒的周琛。现在想来，我那时已经接受了周琛不爱我的事实，再后来不过是想攒够了失望，就可以毫无负担地离开了。周琛踟蹰着，不知道怎么开口，突然不知是想起什么，转身跑到厨房，端出了一碗鸡汤。我问了：“你刚流产，喝鸡汤对身体好，我给你炖了鸡汤，我还订了阿胶、人参，等到了再做给你吃。之前是我不好，我们重新开始。”我觉得没有必要和自己的身子过不去，便喝了下去。周琛看着我没有推拒，喜笑颜开：“老婆，你不是说想去亚丁吗？等你好一点，我们就去。以前我一直想着和我爱的人置身于亚丁，感受大自然的神秘美丽，度过一段闲逸的时光。每每和他提起这个事，都是忙没空，说多了又变成了亚丁。亚丁，那是有什么人在等你吗？你就不能乖乖地待在家里等我吗？”我抿了抿嘴，开口道：“周琛，别这样，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像个男人一样，痛快一点。”周琛脸色惨白，不能理解事情又回到原点，慌张地掏出手机，说着：“公司有事找我，我先过去了。”不等我的反应，就迅速地走了。第二天也没有等到周琛回来，我将那个签过字的离婚协议书放在桌子上，拖着整理好的行李箱去了闺蜜家，默默给她发了2条消息：“协议书我放在桌子上了，记得签，你不签，我也会起诉离婚的。”在闺蜜家住了几天，周琛发了很多条消息，还有无数个电话，我一个也没有接，仅仅给她发1条：“你要是不同意，我就起诉了。”刚发完，周琛就打来了电话，一接通就是一串连珠炮：“你去哪鬼混了？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找你？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？不要动不动就离家出走。你是不是在瑶瑶家？我去找你。”听到他的话，我不由得来了几分好笑。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好聚好散不懂吗？周琛有点绷不住：“给我个时间，我们好好谈谈。”我一阵无语，挂了电话。现在还觉得我无理取闹呢。晚上闺蜜回来，我在楼下看到周琛了，她捧着一大束黄玫瑰，一旁的大喇叭循环地播放着：“若若，我错了，回家吧。”保安对她也无可奈何。周琛开始每天不断地送花、送饭，做足了深情人设。我懒得理睬，每天该干嘛干嘛，丝毫不受影响。终有一天，周琛实在是熬不住晕倒了，保安没有办法，只能打电话把人送进了医院。周琛苏醒后，就让医院以欠缴住院费为由，把我叫了过来。我交了钱，进来看了看他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你这样多不好看。周琛欣喜地抬头看着我：“若若，你还是关心我的，对不对？就算是养条狗这么多年也有感情了。”我不屑地甩了一句。周琛不相信地摇着头：“若若，你说过的，我们一生一世一起走的呀，你怎么能反悔呢？”我反悔？到底是谁出轨的？恋爱时甜蜜的宣言，现在想要成为束缚我的绳索。我看他装模作样，就感到恶心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病房。这日，我正和闺蜜喝下午茶，就看见林夕走了进来。几天没见，她看上去憔悴了许多，整个人不如以往的光彩照人。我给她要了杯水，她瞪着我：“你可真够高明的，这招以退为进，实在漂亮。我以前低估你了，你是不是很得意？我告诉你，他不过是第一次被人下面子，接受不了罢了。我和他认识这么多年，我才是真爱。”我看着他咄咄逼人，不紧不慢地开口：“那你让他赶快签字离婚，把你扶正。
真爱怎么能当三呢？他觉得我在侮辱他，抓起面前的杯子就想泼向我，又看到不远处的周琛，直接条个个浇在自己头上，茶水顺着头发流过脸颊。俏若西子立马把果果推得一个趔趄，跪在地上楚楚可怜地哀求着：果果可怜，朝阳小学又不收他了，求求放过我和果果。又推了果果一把，快向你江姨认错。林夕，你怎么了？我转头一看，周琛面若寒霜地站在我身后，我便知道这又是林夕的一个局，无所谓的开口，我就是想让他清醒清醒。周琛立刻怒斥林夕：既然弱弱教你，一定是你做错了，还不赶快向他道歉？林夕愣愣地看着周琛，仿佛一次见他，拉起林果就跑了。周琛在我面前坐定，他说：老婆，我和林夕说清楚了，我以后不会联系他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我早就知道了，毕竟这2天林夕又是在朋友圈装可怜，又是不停地给我发消息，各种咒骂。周琛，我已经不爱你了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你和林夕在一起也好，不在一起也罢，都和我没有关系，我只想着能和平离婚。他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猛地抽自己巴掌，脸颊瞬间泛红，嘴角渗出细微的血丝。老婆，我不要离婚，没有你我会死的。整个店里变得异常安静，连柜台的服务员都在偷偷朝这边张望。我看着他歇斯底里的发疯，心中无半分波澜。在我第一次知道林夕的存在的时候，我也同样发过疯，紧握着林夕的朋友圈，哭着问他是不是喜欢别人了，近乎疯狂地要求他断绝与林夕的来往。当时周琛是怎么回应的？大家都是朋友，你这样真的很丢脸，有时间就多找点事做做，别跟看犯人一样看着我，只会让我更加厌恶你。那天我一晚上都没有睡着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们不离婚好不好？他字字泣血，我却早已波澜不惊。这样闹很丢脸，也只会让我更讨厌你，你知道吗？将他曾经说给我的话如数奉还，蹲下来看着他，一字一顿：你脏了，我不要你了。你既然不愿意签字，那就等法院的通知吧。说完，我便拉着瑶瑶走了，一眼都不愿意多看。他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精气神全垮了。之后我就找了律师，开始走诉讼流程，推进的速度很慢，但时间过得飞快。最令我没想到的是林夕竟然还没有放弃周琛，他朋友圈又开始更新和周琛的动态。林果也顺利递上了朝阳小学，他们还一起去了亚丁。我说了7年的亚丁，甚至连开庭都是由林夕陪着。周琛又变回了以前的样子，只是每一次看到我，眼里就布满了哀伤。林夕像是忘了之前的芥蒂，不停地向我展示着他脖子上的海蓝宝项链，还邀请我一起看他们在亚丁拍的照片，确实如同宣传的那样干净和纯粹。我笑着祝福：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。这句话一下子刺激到了林夕，露出了笑容下的恶意。你不过周琛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一点慰藉，哪来的脸这么说我？我平静地看着他发疯，看着他被周琛拉走，回到他的朋友圈，又是一片岁月静好。一段时间后，我已经不再关注他和周琛，直至瑶瑶告诉我，周琛最近和一个女人走得很近，眉眼之间有5、6分像我。林夕果然和周琛闹开了，在各个地方大打出手，还上了2次法制频道。周琛对林夕有爱，但更多的是年少的求而不得。当他和林夕在一起后，还想要我对他毫无保留的爱，那样现实，那样贪心。于是林夕离婚后，他以朋友之名和林夕暧昧，享受着高岭之花的垂青。他知道我爱他，
以为我离不开他，可他不知道，一直被消耗的爱情，总有一天会消失殆尽。而我从知道林夕的那天起，就在等待着爱的消逝。所以当我和周琛提出离婚，他不敢置信，也舍不得。毕竟像我这么傻的女人，应该没有几个。他很清楚，林夕爱钱胜过爱他。他想回头，我早已离开。他没有想到，我会半点机会也不留。林夕不过是他众多可以出轨的对象中的一个，没有他也会有别人，只不过他的时机刚刚好。自始至终，周琛都很专一，他只爱他自己。他找了一个像我的女孩，也不过是为了恶心林夕，展示他自以为是的深情，当然也是在告诫林夕安分点，不然我的下场就是他的前车之鉴，甚至还不如我。毕竟我好歹有一张结婚证。我以为林夕和周琛的闹剧就这样了，直到我接到了医院的电话，周琛出事了。原来周琛的小情人想让他甩了林夕，周琛不愿意，就哄他说很多钱都在林夕那，不能乱来。可没想到这个小情人也是个气性高的，直接登堂入室，让林夕把钱交出来。林夕自然不会理他，被小情人嘲讽，不被爱的才是小三。林夕气急了，反讽回去：你以为周琛真的爱你？你不过是仗着这张和他老婆有点相似的脸罢了，你和我有什么区别？周琛他还没离婚呢，我是小三，你是什么？小四。两人推搡间，林夕一怒之下跑去厨房拿起菜刀，可那小情人依旧我行我素，丝毫不带怕的。你这个人老珠黄的老女人，你看看你脸上的褶子都能夹死蚊子。你知道周琛为什么不喜欢你吗？你老了，你都闻不见自己身上那股老人味的吗？说着，在鼻子下还扇了扇。林夕恨极，直接冲上去给了小情人一刀。小情人没能躲开，直接失去了行动力。林夕干脆又补了几刀，然后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找上周琛，来了2刀。只可惜警察来得及时，周琛还有一口气在，而林夕也被警察带走了。瑶瑶得知此事，秒给我打电话，和我一起去医院看望了周琛。病床上的周琛虚弱无力，不停地忏悔：若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如果我还能好起来，我们就复合好不好？从此以后，我就只爱你一个。我看着他的模样，心里只觉得好笑。我很清楚，如果他能再好起来，还会有一下个林夕。突然，病房外传来一阵喧闹声，是周琛的父母来了。两人一进病房就开始指责我没有照顾好周琛。瑶瑶看不下去，挺身而出：谁让他找小三，活该被捅，没死都是老天不长眼。周琛父母看说不过，就在他病床前哭天喊地，仿佛周琛已经死了。我觉得一点意思也无，拉着瑶瑶就走了。3天后，我接到了老王的电话，周琛已经死了。一时愣在当场，和我纠缠了这么久的人，就这么没了。转念一想，不应该啊，那天在医院也不像是回光返照的样子。详细问了才知道，自我走后，周琛和父母发生了剧烈的争吵。他父亲要求周琛立下遗嘱，把所有资产都留给他们。周琛不同意，他们就和医院要求带周琛回家休养。医院无法，只能同意，最后不治身亡。我问了一下老王，他的身后事，他父母不打算办，听说只是草草火化就，连个坟包都没有。半个月后，我接到了法院的传票，周琛的父母要求分割遗产。再次见到老王是在法院门口，他递给我一个信封，这是周琛留给你的，他希望你能原谅他。打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张遗嘱和1枚戒指，那是我们的婚戒。在流产回去的那个晚上，
我就把它丢了，也不介意再丢一次，就将戒指丢进了垃圾桶。遗嘱上写着所有遗产归我所有，这份遗产我拿得心安理得。之后的1年时间，我都在和周家父母因为遗产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，他们用尽了一切方法，一哭二闹三上吊都没有效果，最后只能拿着那少得可怜的份额，灰溜溜地回了乡下。当我走出法院的那一刻，我觉得我重生了，终于冲破了那个名为周琛的牢笼，迎来了属于我的新生。笑着看向一直站在我身边的闺蜜，走吧。我卖掉了公司，拿着所有的钱和闺蜜，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城买下一个带院子的小楼，种满了无尽夏，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